这都多久了？舆论还没压下吗？红姐，公关公司已经都在发力了，各大平台我们都铺了人手，一堆视频已经被我们举报下架。我只看结果。演唱会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一切都按部就班在安排，就是预售数据跟我们的计划有出入。先按计划走吧，实在不行，演唱会那天我再卖个萌，小可爱们还会支持我的。红姐，现在演唱会场馆外都已经开始卖鸡蛋了，怎么办？想个办法把演唱会停了。就说刮台风办不了，就这么办。都在编排我演唱会出现的各种版本，没想到吧？老娘直接不办了，鸡蛋你们留着自己吃。可是红姐，我们这样损失会很大。怕什么？来日方长。昨天发的视频一晚上就有10多万的点赞量啊，大家很关心这件事儿。我觉得我有必要再郑重说一下哈，一个是慈善款买理财这个事儿，一个是那些个私信骂我的。首先，我视频里并没有说慈善款不能用来买理财产品，我的原话是：当我知道慈善款用来买理财产品，确实挺震惊的。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慈善款怎么能闲置这么多，以至于去买理财产品？这是我震惊的点。你们可以按照我视频里说的那个方法去好好看看，买了多少钱的理财产品啊？那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买啊，而且是很多很多笔。全国各地需要帮助的地方那么多，大家伙捐的这个钱，不就是希望你再把它捐出去吗？我看这个2025年资产负债表中，货币资金的期末余额是2.5个亿，短期投资的余额是5.86个亿。什么短期投资呢？就是买了理财产品跟结构性存款吗？那报表中的这两项加起来就是8.38亿啊，也就是说2025年的年末，你账上有8.38亿是闲置着的，其中有5个多亿做了短期投资。我也是个月捐人，那站在捐款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捐款的本意是想把这些善款委托基金会给到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如果说知道有8个多亿在账户里趴着暂时不用，还拿出大部分的钱去买理财，去给高管发着60-70万的年薪，那我们还不如不捐呢。说实话，我们自己不会理财吗？等你基金会啥时候钱不够用了，我们再捐也行啊。不是说否认你们基金会的功劳，也没说慈善款不能用来买理财，是感觉大家伙捐的这个钱没有及时发挥它的作用，没有用在捐款人想让他用到的地方去。还有几个私信骂我的我不会骂回去，特别难听的呢，我也不会打开看，我更不会公开你的头像和名字，以免我的铁粉把你搜出来，帮我再去骂你。我想说的是，不认同你可以直接划走，没必要恶语相向。做人留口德是最基本的厚道，我是拿事实说话，有理有据。你要是觉得我哪里说的不对，你可以拿出证据来直接反驳我，而不是上来一张口就开骂，对吧？现在我把这个基金会的财务报表打印出来了。我学的就是会计专业，干过出纳，干过会计，还在银行的信贷科干了近10年，分析报表那是常有的事儿。那我接下来就分析一下你这个报表我就喜欢分析数据，职业病没办法，说不定过几天我还会拿着这个报表为例来教大家如何看报表，学习点银行知识之外的新知识。当我看到慈善款用来买理财产品，确实挺震惊的。买了什么理财呀？买了多少钱的？还有网上爆出来的60-70万的年薪，到底是不是真的？来跟着我操作，亲眼看看，你会发现不可思议的事情。手机打开企查查，放心，这个软件是银行人经常用的，无毒无害。打开后，在搜索栏输入这几个字，找到这家公司，然后点进去，一直往下拉，打开这里的重大事件，可以看到2026年除了一笔2000多万的捐赠项目之外，其他不是买了理财就是买了结构性存款。结构性存款那是保本的，但是理财产品可是有风险的。不过我随便查了几个他买的大部分都是些21、22的这种保守型理财，就跟我平常推荐大家去银行买的那种活钱管理差不多的性质，能随用随取，损失钱的概率几乎为零你就翻吧，一共是426笔，都是些大金额的支出，这里边还列着什么时间给了哪家公司支付了什么款项。我是真好奇这些收到货款的公司跟基金会有什么关联没有但是我不是会员，查不了那么多。再点开旁边的关联交易情况，可以看到李某2025年薪酬是624875元，在他的2025年度报告里显示，李某大专学历，职务是秘书长，1960年出生，66岁的年纪，大专学历，能有年薪60多万，要么能力太强，要么关系太硬。再来看王某2025年理事长薪酬613925元，但副理事长的薪酬只有82150元，一个正的一个负的，年薪差着50多万，悬殊还挺大的想想也真是觉得挺可笑的。
月捐人大部分都是些80、90、00后的普通工薪阶层，一年忙到头才赚多少钱？出于信任，出于善良，每月再往外捐点钱，哪曾想这些钱再给一个66岁年纪的人发着60多万的年薪。再来看一个不可思议的，2025年现金流量表中显示，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为1674万元。这得是多少员工啊？年报中披露的从业人员可只有86人啊，是有很多临时员工吗？好了，我也不敢多说了哈，不然又发不出去了。抖音，你能不能让我正常发一条出去？别给我限流了，我前面说的都是事实，数据也都是对外公开的官方数据。也拜托看到这条视频的人多多点赞转发吧，也希望有关部门是不是应该好好查一查这里边的事儿呢，给广大月捐人一个交代。每天声泪俱下告诉大家我是一个大善人呐，就像老子说的，欲行大恶必学善人，欲行大善必学恶人，每天打造人设，对吧？然后实际上呢，歌不是他的，对吧？澳门他也去了，小酒他也喝了，跑车他也开了，最后结果是什么？结果是需要帮助人没得到帮助，天天往川藏跑。你告诉我那个地方年年需要帮助吗？来注意，首先我说一下，公募基金可以设立开放式由统一准入介入的公益项目，面向一类不特定人群开放申请，审核通过后可以向个人发放救助金。公募基金是可以向个人的。第二个，我觉得既不是质疑也不是网暴，是通过事实依据推理出来，这就是一个作秀啊，这就是一个骗局啊。接下来我从6个方面给大家分析一下，从目的、方式、手段、行为、结果和影响。首先，慈善的目的是什么？慈善的目的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对不对？但实际上他达到了为了他的目的负责了吗？并没有，因为他帮助的是机构。第二个，方式，在2020年之前，他们的基金每年入账大概也就1800万，从2026年开始激增到3.9个亿。为什么？因为他开放了公募，也就是让很多月捐人开始捐款。到现在为止，每个月有100多万的月捐人。正常你搞慈善应该什么呀？通过你明星的身份，通过你的影响力，通过你10几年的辛勤劳作，有了大家共识，你应该是向企业家、向成功人士、向明星、向身边有钱的这些人去募捐。结果呢，这么些年来他身边的人募捐的很少，直到2020年开放了月捐人之后，他的数额才上去。从12年到25年，从13年到25年13年期间，他个人在他自己的基金里一共捐赠了217万，13年一共捐助了217万，平均一年也就20万不到。这是第三个。他们的秘书，一个姓李的李某，63岁，大专毕业，薪水一年拿62万，远远超过我们草原上一半的公司的高管的薪酬。这第三个手段，他面向2个，他把他的钱做2个用途。第一个，给机构需要米吗？不需要。医院需要他米吗？不需要。医院如果需要米，可以向他的上级去申请，由当地或者由村里统一的财政拨款，不需要他弄。第二个，他每年拿5个亿去理财，说明什么？说明他压根儿就不去找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就我们现在这个情况，3河4省没有一个垃圾桶，没有一个矿泉水瓶能到垃圾站的，他竟然找不到这么大的一个团队，找不到需要帮助的人，把多余的几个亿去放理财，你觉得他是在做慈善吗？第三个，行为，每天打造自己洁身自好、天赋异禀，为生民立命，每天声泪俱下告诉大家我是一个大善人，就像老子说的，欲行大恶必学善人，欲行大善必学恶人，每天打造人设。实际上歌不是他的，澳门他也去了，小酒他也喝了，跑车他也开了，最后结果是什么？结果是需要帮助人没得到帮助，天天往川藏跑。你告诉我那个地方年年需要帮助吗？这一次广西捐了1车棉被，这个棉被是广西人现在需要的吗？最后的影响，因为没有人真正的受过他的帮助，所以说没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也没有人把他的事业多伟大通过个人
感同身受的在网上发表出来，所以说它的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也就是作为一个月捐人，你每个月捐了这么些，最后谁因为你的钱过上了好日子，从苦海中脱离出来了？没有。所以说影响也几乎为零。从这6个方面给他下一个结论，通过这些事实依据推论，他就是一个 liar。 好吧，说完了。好嘞， liar 就是骗子的意思，我给大家翻译一下。我讲韩红哈佛通知书的那期视频被韩红基金会投诉，视频内容我贴出来，网友可以自行判断有没有侵权。但今天不说这个，聊一个更核心的问题，韩红基金会有资格替韩红个人投诉吗？先看一个细节，投诉函里基金会自称我司，一个慈善基金会非盈利法人管自己叫我司，这个措辞很有意思。司是什么？是公司，是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你一个公益基金会工作人员下笔就是我司，说明什么？说明平时脑子里的定位就是公司，不是基金会。笔误会暴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但这还不是关键的，更关键的是下面这个问题。韩红基金会7月2号自己发布的有关问题的说明里，清清楚楚地写着，韩红女士与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是2个不同的法律主体。好，既然是2个不同的法律主体，那我这期视频里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韩红本人在鲁豫有约里公开说过的哈佛录取通知书这件事，是评价韩红的这件事，内容全程跟基金会没有任何关系。那你韩红基金会跳出来投诉算怎么回事？如果是韩红本人或者他的工作室来投诉，那他是有权利的。但你用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的名义，用基金会的人力，用基金会的资源来为韩红个人的利益进行投诉，这性质就变了。说的直白一点，这是不是公器私用呢？基金会的钱从哪里来？是爱心人士捐的善款。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是谁养的？是善款支付的薪酬。这些人的办公场所的租金是用善款支付的，这些人用的办公设备、空调、电脑、打印机是用善款买的。这些资源本来应该用在哪里？用在慈善项目上，用在公益事业上，用在捐款人托付的事情上。现在你拿这些资源去替韩红个人打名誉权的投诉战，这合理吗？这合法吗？慈善法明确规定，慈善组织的财产应当根据章程和捐赠协议的规定全部用于慈善目的，不得在发起人、捐赠人以及慈善组织成员中分配。用公益资源去为个人名誉做维护、做宣传的工作，算不算将慈善财产用于非慈善目的？算不算损害捐赠人的利益？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今天可以用基金会的名义替个人发投诉函，明天呢？公益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我不下结论，我只是提出合理怀疑，每一个网友都有权利问这个问题，更可以自行判断。